江迅看着血腥的一幕，不忍直视。看着杜宾身上的累累伤痕，他从未觉得如此心痛。왜 강아지가 4마리나 돼요? 두 사람이 두 분은 강아지를 이렇게 키울 지금 능력이 안 돼요. 自从情侣俩养了这4只狗后，偌大的院子便从未有过清静。即便是西装暴徒的杜宾，终究也成为了阿拉斯加的手下败将。同类相残已是这里屡见不鲜的事。这只2岁的阿拉斯加叫 Leo， 他可谓是4只中的霸主，而 Coco 则是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上狗。他从不掩饰那赤裸裸的爱意，只希望能俘获对方的心。而杜宾这对难兄难弟可以说是狗生艰难，本应骁勇善战的他们却被咬得满脸伤痕。因为 Leo 的霸凌，让他们成为了院子里唯一的受害者。混乱的场面如同家常便饭。将近100斤的 Leo， 就连男主人也很难控制住他。其实要说4只大型犬能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还是因为这对情侣的原因。男生本来就养了这对杜宾兄弟，而女生也一直有着 Leo 陪伴。当他们生活在一起后，2人3狗的幸福之旅也就此开始。但 Coco 的经历却有些坎坷，因为他把前任主人的孩子咬伤，差点被安乐死。女主人在鬼门关前把他救了回来，这让3个光棍也终于迎来了有甜妹的春天。女主人曾经去参加一个大型犬聚会，当时 Leo 就和一只卡斯罗犬打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开始对杜宾兄弟恶口相向，看着清晰可见的伤口，也昭示着他犯下的种种罪行。只要暴君出现的时候，杜宾兄弟就要乖乖的俯首称臣。偌大的院子好似没了他们的容身之处，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恐惧早已深入狗心，他们不得不最后选择躲进屋子里，这里成为了庇护他们的最后净土。看着他们向往自由的神情，女主人也感到十分愧疚。她也想过把 Leo 关进小黑屋，让杜宾能出来透口气，但体型和力量的差距让她的计划完全泡汤。杜宾也因为不满送上一泡便便作为反抗。女主人夹在4个大家伙中间，显得是如此弱小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让她心力憔悴。因为不熟悉在屋里排泄，杜宾把房间搞得臭气熏天，可怜的监护人摇身一变成为清洁工。这无止境的日子不知何时才能结束。因为情况越来越糟，女主人也不得不辞职在家照顾他们。他们不是没想过办法去解决问题，但户外散步时明明相处得很好，堪称模范兄弟，但只要回到院子里 ，Leo 就尽显暴君本性，吓得2只杜宾只敢马上跑回屋里待着。监护人为了他们也是操碎了心。周末的闲暇时间，他们也会来到宠物公园放松一下。狗子们在这里可以尽情驰骋，放松心情。足够大的空间有利于缓解他们的压力。压抑许久的杜宾也终于能解放天性。女主人甚至还计划着每周末都来这，让他们都放松一下。但好景不长，家里的恩怨继续延伸到了公园内。杜宾依旧遭到了攻击，地点的转换并没有让烈放过他，阵阵屈辱让杜宾迅速逃离了现场。而男主人也只是轻描淡写的打了他几下以示惩戒。杜宾脸上的伤让女主人心疼不已，男主人甚至用笑容来掩盖伤心。面对屡教不改的 Leo， 2人真的是无能为力，不知他何时才能还家里一个安宁。他们说以前外出时从没发生过攻击事件，但现在事件的愈发严重让他们惶恐不安。爱犬在自己家里都不能开心生活，任谁心里都会不是滋味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们真不知该如何才能调节好他们的关系。当江迅看见2只杜宾热情地向他问候时，他们满脸的伤痕让他十分心痛。监护人称 Leo 和杜宾兄弟曾经也是最好的朋友，他们同吃同住，亲密无间。直到女主人带着他参加了一次大型犬聚会后， Leo 和一只卡斯罗犬大打出手，回来之后就性情大变，开始和杜宾兄弟反目成仇。他们当时以为这只是狗狗之间的等级排名之战，只要等级明确了，应该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但就算杜宾躺下以示臣服， Leo 也还是攻击不误。此时的监护人只敢轻轻地拽走 Leo， 因为一旦强行拖拽就会把杜宾身上的伤口撕裂。听着2人的诉说，让江迅一直神情严肃。他说很多养大型犬的人都觉得，只要他们确立了等级地位就不会再打架了，因此不会人为的去干预这个过程。但这其实是很荒谬的，在野外的确存在着等级之争，输的一方会自动离开群体，但是和人类一起生活的时候，这种方式是不成立的，因为即便输的一方也没法离开家里独自生活，所以监护人就不应该让他们产生阶级之战，否则一旦让他们产生这种想法，家里就不可能再得安宁，甚至出现像 Leo 这样穷追不舍的现象。其实每当 Leo 靠近时，杜宾就直接躺下装死，这已经是在发求救信号了。他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 Leo 不开心再给自己来上一口，但他的卑微并没有阻止不幸的降临。Leo 明目张胆的霸凌行为让江迅不忍直视，作为旁观者都觉得十分惊险，就别提杜宾心里有多么的害怕。江迅重重的按住了暂停键表示愤怒，但 Leo 的攻击却并没有结束。尽管杜宾已经十分的小心了，但暴君却没打算放过眼前的弱小，不绝于耳的惨叫让训犬师无法直视，随时随地的霸凌让他义愤填膺。也许第一次的攻击可以说是偶然，但第2次的攻击却成为了必然，长此以往让 Leo 养成这个坏习惯，那等待杜宾兄弟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。我们无法寄托于 Leo 主动变好不再攻击，因为失败的代价就是杜宾的满身伤痕。
虽然监护人也有及时拉开 Leo， 但他们固执地认为这是等级问题而选择不作为，也变相造就了这场惨案。江迅指出，四狗之间绝不是等级问题，只想用等级制度解决狗狗打架问题是行不通的。曾经他们仨也是兄友弟恭，和和睦睦，但随着 Coco 的出现，一切都变了。发情的 Coco 让 Leo 陷入了恋爱狂潮，他形影不离地跟着 Coco， 只为讨取心上人的欢心。而阿拉斯加又是很粘人的犬种，本来在主人身边承欢的应该是自己，但现在却被杜宾占了位置，嫉妒的种子也就从此种下。而且对没有绝育的 Leo 来说，他会对甜妹 Coco 有种保护欲，继而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警惕，所以他不仅会咬杜宾兄弟，甚至也不希望监护人来到 Coco 身边。如果任由这种占有欲发展下去， Coco 早晚也会成为他的口中伤员。唯一雌性的发情加上他本有的嫉妒，让 Leo 一举化身成为院子里的暴君，而杜宾兄弟变成了唯一的受害者。江迅称，女主人其实不应该把 Coco 带回家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选择。왜 강아지가 4마리나 돼요? 두 사람이 두 분은 강아지를 이렇게 키울 지금 능력이 안 돼요. 如果你听见别人家的孩子一直哭闹，看见那杂乱无章的房间，第一印象肯定是父母不称职。同样，江迅看见他们屋里被弄得臭气熏天，以及杜宾传来的阵阵惨叫，让他无法在这个地方进行正常的训练，连最基本的环境都无法保证，就不要谈训练问题了。这也是他之前讲的两人是无法饲养4只大型犬的原因。即便男主人之前用了1个月时间，才在市区里找到如此大的院子，但仅仅是这样的环境也还是无法满足4只大型犬的需求。而且要想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，首先就要把 Coco 送走，否则他们之间的争斗将永无止息。因为本来他们之间就存在嫉妒问题，再加上半路杀出个甜妹 Coco， Leo 和杜宾的问题就直接爆发出来了。而且养3只大型犬对监护人来说已是精力不济，送走 Coco 也算是最佳选择。但是江迅说，即便 Coco 离开后，也不能马上把杜宾放出来，因为 Leo 已经养成了欺负他们的习惯，现在见面的话，杜宾还是会被咬的。所以就现有的环境来说，最好 Leo 和2只杜宾分别到院子里放风，同时可以在门口安装2个安全门，这样杜宾在院子里玩耍时 Leo 无法打扰他们，等他们回屋子后 Leo 也无法突破这层安全线。简单的2个安全门就完全解决了困扰他们已久的问题，让杜宾也不用再生活在恐惧之中。虽然这样大的院子养狗有很大优势，但强烈的日晒即便是人也受不了，更别说滚烫的地面都能煎鸡蛋了。江迅一个爱的抱抱让男主人亲身体验一番，就知道狗狗们平时在院子里活动是怎样的煎熬了。为了防止热气增加狗狗们的烦躁，节目组也带来了遮挡棚，江迅和监护人亲力亲为，把清凉带给了大家，狗狗们也不必再忍受直射的阳光和烫脚的地面了。当环境问题解决后，就到了改善 Leo 和杜宾关系的时候了。虽然男主人之前也有带他们出门遛弯，但1人牵2狗的散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。正确应该是2名监护人分别带1只狗进行平行散步，在令他们舒适的距离下，双方都能得到充分放松。平行散步的目的不是为了让2只狗变得亲近起来，而是让他们知道在相对安全的距离下，即便1只狗发火，另1只也不必害怕对方会伤害到自己。不过在平行散步之前，监护人也要和狗狗进行足够的散步训练才行，这样双方才能培养好散步的默契。在正式训练前，杜宾有些坐立不安，对 Leo 的恐惧让他如坐针毡，而 Leo 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身为暴君的他又怎会害怕手下败将呢？此时江迅让女主人牵着 Leo 往远处走些，给予杜宾绝对的安全距离，让他放松下来。接着双方朝着同一方向缓缓前行，保持绝对的距离，让彼此都舒服是散步的关键。在反复训练了一段时间后， Leo 和杜宾已经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了，似乎来自对方的威胁都已消失殆尽。只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，他们就会逐渐对双方产生好奇心和亲近感，在他们互相尊重的前提下，彼此的关系就会进一步得到改善。这看似简单的训练却能带来卓越的成效。其实对公狗来说，不绝育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你能创造一个满足它的生活环境就行。但是现在监护人还要每天工作，而且狗狗在城市里生活，拥挤的人群和压迫的环境让狗狗们的压力也不断攀升。其实绝育并不是一个非要做的事，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它还是能让狗狗的状态趋于稳定的。所以监护人最终还是听取了江迅的建议，带着 Leo 来到医院做了绝育，这样可以减少他的兴奋和敏感程度，让他的情绪能更加平静一些。1周后，节目组又拜访了这家人，2只杜宾不仅伤口愈合了不少，就连性格也活泼了许多，不再是以前那副郁郁寡欢的模样。监护人也对房间进行了改造，在彻底清理一番之后，把所有不要的东西都扔掉，并且铺了新地板。看来他们想改变的决心也是十分的坚定。平行散步他们也有一直坚持，虽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，但至少双方的关系已经比以前缓和了许多。罗马并非一日建成的，想让他们重修旧好，确实需要监护人花费一番功夫才行。节目最后，监护人也呼吁为 Coco 找个新家，他们希望能有养大型犬经验的人来收养它，
不求对方有多大的地方饲养，只求有个爱它的主人能一直照顾它就好。其实我很理解今天江训看见 Leo 欺负杜宾时的愤怒，作为旁观者都能感同身受，更何况是当事狗呢？由于主人错误的观念导致不作为，才让杜宾满身伤痕的生活了这么久。好在最后江训化身正义使者，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希望在送走 Coco 之后，两人三狗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吧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